我说我是少林寺出来的，但他们都不相信。漂亮，倒了，要结束了，连续击打，谢伟准备收比赛，分寸的打。报安全，报安全，比赛结束了。少林总教头终于出山了，一拳打断韩国人几根肋骨，疼得对手躺地上爬不起来。谢维这位被誉为猎人的少林武僧，自出道以来便以凶猛的进攻和出色的终结能力著称。最近7场获胜的比赛，他全部以 TKO 方式拿下，战绩斐然。而他的对手金大焕，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跆拳道黑带4段高手，获得过 KA 综合格斗雏量级冠军，综合格斗战绩15胜7负1平，以抗击打能力闻名，职业生涯中从未被 KO 过，绰号不倒翁。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给谢维加油助威吧。重又降了一点啊，体脂又降了一点，瘦了一些，对吧？就是肌肉维度比原来要更加清晰了。就上一次看到金大焕应该是在菲律宾当时的比赛，金大焕那个时候感觉是一种矮壮的风格，现在显得比赛一开始，金大焕虽然嚣张，但实力还真不是盖的，那肌肉比健身房的器械还硬实。谢维一脸淡定，火力全开，拳头跟装了 GPS 似的，直往金大焕身上招呼。可金大焕也不是吃素的，硬生生扛下了谢维的拳头，两人你来我往，打的那叫一个热闹，跟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似的。金大焕呢是练跆拳道出身他的腿上功夫是不错的，而谢维今天的比赛我们看看怎么样利用自己这其实有可能是能够成为比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的这几公分的身高优势。谢维呢刚刚抢进来之后打了一个后手拳，金大焕呢又回了一个右腿的扫踢，是漂亮，近距还有一个白肘，漂亮。谢维的武器库相当的丰富控腿把对手带到笼边，这一下砸得真凶啊！可惜没有能够在场地中央把对方给带倒。金大焕呢脚下调整的能力倒也挺强。随着第一场比赛万冠军赛的首秀之后，谢维在万冠军赛场上的这种灵活性、从容度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就一个后手，手臂上后手就行。教练在提醒这金大焕抗击打能力真是一绝，能在韩国拳坛混出点名堂，那可不是盖的。谢维步步紧逼，打得他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可金大焕还是能偶尔反击一下，跟个打不死的小强似的，生命力顽强的很。突然金大焕一记迎击拳，谢维一个踉跄差点跪了，观众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好在谢维反应快，迅速推开对手，化解了危机。刚才那一下自己脚下有一些打滑，导致自己陷入被动。起来，抓一个手起来。对，这个角度呢，其实金大焕并没有办法对谢维形成控制，那就看谢维怎么能够把头给逃出来。是，位置上面来说呢，刚才存在一定的断头台的风险，但是现在呢，来到笼边，这个角度谢维头部有一点点的危险，这个位置不好，转出来，这个位置不好。金大焕用自己的左手手肘完全控制住了谢维的脖颈，是，这位置不好。谢维要往后倒，谢维呢刚才没有往后倒，他往自己左后侧倒一下，这样呢把脖子这边能够稍微松出一点角度了。金大焕放掉了，他累了，对，金大焕也累了。场边这种清晰、干净、有效的提醒，其实对于场上的选手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要给他，现在。金大焕这家伙力大如牛，直接把谢维抱了起来，两人瞬间进入地面缠斗。谢维虽然身处劣势，但一点也不慌，就像个身经百战的老将，不断的扭转身位，试图摆脱金大焕的控制。可金大焕这家伙狡猾得很，牢牢控制住谢维的手臂，就是不让他翻身。那么这么来看的话，谢维要想脱身，必须要找到一侧对方重心不稳的角度，作为一个虾形。谢维的下半身被压平，进入到了齐胜位。谢维小心，下位的起桥没有掀翻金大焕。1分半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看，时间1分1秒过去，谢维终于找到机会，不仅摆脱了控制，还将对方压在了身下，扭转了局面。不过现在谢维暂时在上位，控制他的2个胳膊。谢维回到上位，1分钟的时间。控制他的胳膊。
不着急，不着急，对，压着他。金大焕的蝴蝶钩的防守，同时的话，现在用自己的左脚脚掌顶住谢维的髋部，是把谢维的腹部直接往上顶，拉开两个人的距离。这一段时间，两个人在地面缠斗过程当中所消耗的体能非常剧烈。谢维也没有办法。地面战可不是谢维的强项，他主动挣开金大焕，想找个更好的输出位置，可金大焕这家伙就是死缠烂打，躺在地上也不主动做动作，跟块牛皮糖似的，粘上就甩不掉。这种打法也就韩国人能想出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是，奥利维也可能会提醒金大焕，如果地面没有更多的进攻动作的话，请起身。是。谢维呢，这时候拳头上面也保持威胁，这时候你注意力不能松，你一松的话呢，我直接身体往下一压，拳头就砸进来了。没错，谢维不妨呢把对，漂亮，就是这样，就是这一下，就这样，就是这个，把对方的单腿拉向一边，瞬间切入。第二回合，谢维可以尽量的把更多的时间把握在战。比赛来到第二回合，谢维在少林寺学的拳法那可不是盖的，他就是靠这出色的拳法才当上了少林寺的总教头，所以在战力对拼中，谢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把金大焕打得节节败退。金大焕呢，显得有气无力，动作都迟缓了起来。不过这家伙的抗击打能力还真是强的离谱，靠着自己的硬度苦苦支撑着。对，不错，就这么打。所以金大焕的这个打法是相对来说比较有组合性的，他的体系比较圆，比较完整，对吧？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偏科，除了身材上面稍微吃点亏。金大焕站立可以用自己的扫踢去破坏对手的重心，地面的话又可以用自己的核心力量去抢对手的身位。哎，这是一位挺难对付的对手，不太好对付。4分钟的时间留给谢维，看看他怎么去打出一些多的有效拳。低扫，争取拼出一组1-2，能够完全。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交锋越加激烈。金大焕这家伙是跆拳道出身，拳脚配合的那叫一个好，跟个技艺高超的武者似的。对付这么全能的选手，谢维可是一点也不敢大意。这不，金大焕后手全打空了，谢维就像只敏锐的猎豹，抓住机会就猛扑过去。金大焕一看，吓得不断后撤，跟只被吓破胆的小老鼠似的，到处乱窜，看样子是被谢维打怕了，都不敢正面和谢维对抗了。直接把对方扫的原地转了360度，后续跟的稍慢。有的，真有的。确实，在这个距离把握不太稳定的情况之下，谢维可以多用一些前手刺拳。好的，漂亮，好的，后手的摆拳，站立占到便宜了。对，后手直拳。谢维呢，打一点单拳没事啊，打一点单拳之后呢，也要预防一下对方可能的还击。没错，有的，后勾，别着急上来就打组合。金大焕不太想和谢维打地面战了，因为地面缠斗太浪费体能了，就像跑马拉松似的，还没跑到终点就累得不行了。这也正是谢维所喜欢的，他的拳脚进攻极其精湛，就像位技艺高超的画家，在画布上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他时不时对金大焕发起猛攻，打得金大焕有点招架不住，跟场狂风暴雨似的，把金大焕打得晕头转向。掐住对方的一边单腿，金大焕呢这段时间打得比较保守一些。漂亮，漂亮，前手打进去之后，后手的上勾跟进来。在对方的如此严密的防守之下，谢维还能够打进对方的内围，相当的不容易啊。因为这个呢，你综合格斗比赛，你不是拳击比赛，你是可以用腿的，可以用肘的，这么清晰的直拳的组合不多见。1分多钟的时间，漂亮，谢维漂亮。今天谢维的拳腿结合做的比对面要好。金大焕这家伙果然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将，面对谢维的压制力，他不与谢维展开过多的战力对拼，看来这个家伙还是想再多试探一下谢维，从中找出反击的时机，跟个狡猾的猎人似的，在暗处观察着自己的猎物。不过谢维也没闲着，也在试探期间寻找金大焕的漏洞。这回合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没有要进入到地面的意思，而是在站立状态下你来我往，打的那叫一个热闹。在站立较量中，
谢维打的可是要比对手好太多了。金大焕虽然号称不倒翁，抗揍耐打，但是在谢维的拳头下，他也开始有点吃不消了，可能产生有效的击打。金大焕情绪也被带起来了，对，也急了。金大焕人称不倒翁，讲的是他的这种比赛风格，脖子硬啊，打不死。金大焕本身的抗击打相当不错，但是谢维的这些清晰的打击都会被裁判去记录到分数里面。你这个点数都是明面上的。对，晃子，开心没体力了。40秒钟的时间，多打后勾。应该说在场边corner看得很清楚，对，体能不行了。这就是旁观者清啊！哎，现在的话，谢维继续加强主动进攻，不断逼近金大焕。在谢维一拳一拳的试探下，成功找到了金大焕的防守漏洞。他一记极其隐蔽的肘击，直接就将金大焕给击倒了。结果这金大焕被打倒了，还能继续抗压。这家伙的绰号真不是闹着玩的，跟个打不死的小强似的，生命力顽强的让人惊叹。谢维那是使出了浑身解数，都没办法终结掉这块肉盾。这个很好的机会，还有继续跟进，不要裁判在关注比赛。哎 ，ready， 抽！不得不说，金大焕的脖子是真硬，这个选手确实是好样的。看累了，看累了。场边在提醒。比赛来到第3回合，谢维火力全开，重拳接顶膝，打得金大焕抬不起头来。金大焕想抱摔拖入地面，但谢维的重拳密不透风，金大焕根本动弹不得，只能被动挨打。7次 KO 了，谢维能不能迎来他的第8次 KO 终结？谢维，金大焕又站，没错，这脖子太硬了，确实这个肌肉啊不是白练。再继续。抗击打能力太强了，而他颌面关节也相当结实。是，这个脑袋够大，没错吧？脑袋真大。他这个脑袋大呢，这个咬合肌啊够肥厚，真的是力量强。对，而且很多的格斗选手都会从地面到站立，金大焕一直都在吃拳，吃了这么多重拳还没倒下，身体已经开始摇晃了，看来是快到极限了。多高就赢了。你让他拿大顶睡一宿啊，第2天脖子也没事儿。谢维被金大焕顶向了龙边，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理解为金大焕呢是想缓冲自己的体能，完全不行了。裁判要盯住金大焕。这个比赛谢维赢肯定是赢了，除非出现什么冷门意外啊，赢肯定是赢了。对。金大焕这一下的动作可以被认为是非常的消极。这个如果在跆拳道比赛当中呢，已经被扣分了。这跆拳道比赛肯定不能这么打啊！小心你的手。回合后半段，金大焕已经没进攻欲望了，完全就是被动挨打。这时谢维一记爆肝重拳，金大焕终于扛不住了，直接倒地不起。裁判赶紧终止比赛，谢维以 KO 的方式打破了金大焕13年未被 KO 的记录，证明了中国拳手的实力和潜力，狠狠打了这嚣张韩国佬的脸，为中国格斗运动赢得了荣誉和尊重。大家觉得谢维打得怎么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喜欢格斗的朋友别忘了给个3连再走哦。格斗擂台上又发生一起惨案，少林弟子火力全开，下手那叫一个狠，百胜泰拳王被打得昏迷不醒，现场8个医护人员紧急抢救，险些没能抢救过来。而这出大戏的主角就是咱们少林弟子朱旭，江湖人称剑客。他出身少林塔格武校，步伐轻盈的像踩了风火轮，把散打那套快进快出、变幻莫测玩得溜溜的。出道以来，朱旭那可是战无不胜，前泰拳国家队长王万本、伊朗冠军海达里、澳洲鬼影史考特、中亚悍将塔贝克、英国黄金右手邓肯，还有前 K1 世界冠军克拉什世界王者日本名将大雅，全都被他给收拾了。职业战绩34战28胜11次 KO， 可偏偏有人不服，那就是泰国的百胜泰拳王阿当。这哥们才26岁的年纪，就打出了117战100胜的惊人战绩，扫踢起来硬度堪比钢管，被他踢中的对手全都得重伤退场回家养伤，就连泰拳界的扛把子波球都在他这儿栽过跟头。这次面对阿当的挑衅，朱旭心里那火蹭蹭的往上冒，他心里暗自发誓，非得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一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在中国人面前狂，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就让咱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为朱旭加油助威吧。那么红方是来自武汉兴博盛世搏击俱乐部的朱旭，南方是来自泰国的阿当，他是代表济南。比赛铃声一响，
朱旭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进攻欲望爆棚。阿当一看朱旭这架势，吓得差点没站稳。虽然阿当偶尔也反击几下，但都被朱旭轻松化解了。和自己的散打功底。那么在上一轮比赛当中，阿当呢，他的比赛呢，相对来说对他的消耗来说要稍微小一些，因为打了一个非常稳健的，应该是打满了3个回合，我记得。所以这场比赛，看到阿当呢是一个反架的选手，朱旭是传统的正架的选手。那朱旭今年22岁，身高是1.70米，而阿当的26岁，身高1.67米。从这个职业战绩来说，这个阿当参加过随着比赛推进，朱旭那拳技简直绝了，凭借灵活的身法和精准的判断，对着阿当就是一顿狂轰滥炸，每一记组合拳都带着风带着火，把阿当打得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13年就开始参加这种商业的职业比赛。是的，而且在之前锦标赛制的比赛当中呢，曾经有一个手撑地的一个高扫踢。朱旭还曾经拿到过全国的泰拳锦标赛的季军。这位选手呢，也是从这个塔沟。就在这时，朱旭一口气打出8拳，阿当毫无防备，直接被打得昏死在擂台上。裁判赶紧叫停了比赛。朱旭凭借着自己的速度、智慧和顽强的斗志，成功战胜了强大的对手。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与精神的比拼。大家觉得朱旭打得怎么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喜欢格斗的朋友，别忘了给个3连再走哦。对方这种老将不抓机会呢，结束了 ，KO！ 还有谁？少林妖孽终于出山了，一记少林绝学大力金刚拳，当即送百胜泰拳王进入梦乡。提到少林出身的格斗高手，大家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武僧一龙？那可是武林风上的 KO 之王。少林功夫一出，国外拳王纷纷败下阵来。不过呢，拳迷们对他的评价那是五花八门，褒贬不一，很多人还对他的少林弟子身份还表示怀疑呢。但咱们今天的主角可是根正苗红的少林小子苗立涛，从小就在少林寺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技术全面，重拳爆发力更是杠杠的，简直就是少林功夫的活招牌。这次他的对手可是前世界冠军德加丹恩，泰国的传奇拳手，10岁就登台亮相，3个级别的伦匹尼冠军，ONO 竞技场泰拳世界冠军，全都被他收入囊中。职业战绩282胜，苗立涛面对这么个强敌，赛前可没多少人看好他，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为苗立涛加油助威吧。出现在ONE的舞台上面，隔了1年半了，哇，好久了。没错，看他的表现。苗立涛的首场比赛呢，应该说赢的是挺脆的。看看过了1年多，经过这个手部骨折的伤势之后呢，他的表现如何？我看到比赛铃声一响，两人先是互相试探了一番。苗立涛突然一个下前抱摔，德加丹恩直接被带入了地面。到了地面，苗立涛想展开砸拳攻击，但德加丹恩防守严密，双臂紧紧搂住苗立涛的脖子，让他动弹不得。可他哪知道苗立涛这力量就像小牛犊子一样，硬生生挣脱开，然后就开始地面砸拳。搭上以后呢，不让苗立涛能够有更多打下砸拳的机会。这个时候的话，苗立涛选择用自己的左手打对方的腹部，是击打对方的这个肝区，是这是一个不错的位置。继续保持对地面的一个控制。苗立涛，两位选手呢这块被顶在围绳边上。当然，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这场比赛不会像是刚刚内藤和亚历克斯·齐尔瓦一样完全处在地面，是也有可能会是一场瞬间结束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哇，苗立涛占据优势，保持地面的控制。苗立涛找机会过腿，漂亮，到腿上压制。哇，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尝试。看看苗立涛再打砸拳，德加丹恩想起身，但是没有那么容易。苗立涛的核心力量有优势，对，过腿过得很轻松。苗立涛拿到优势其成位后，开始慢慢掰开德加丹恩的钳子，左手按住右手，右腿控制左手，一拳接一拳的砸在德加丹恩毫无防备的脸上。当中呢，很多的观众对他其实是挺熟悉的了。是，今天的比赛在ONE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面进行比赛。哇，德加丹漂亮，没防守了，因为他的左手臂已经被控制住了，是打砸击，自己的右手也被控制住了，只能打下砸拳。现在的话，苗立涛不断的打砸拳，逼迫对手。德加丹恩这位老将也是够顽强，不断调整身位试图挣脱。苗立涛见状，立马转换身位，来了个后背裸脚。德加丹恩也是拼了老命，不断试图挣脱，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逃脱大战。对方的颈部
苗立涛的现在呢是控制对方的一侧的肩膀啊，抢了一侧的腋下。是，苗立涛尽量不要给对方的一些缓冲的时间和余地。是，刚才的形势已经非常好了。是，通过击打，再次抢到对方的背部。哇，机会！把重量全部挂在对方的身上。哇，这也是猪八戒被。两人重新在围绳边分开后，德加丹恩想以直轴展开阵地战，结果苗立涛一时之间被打得抬不起头来。不过苗立涛可是个硬汉，他选择和德加丹恩硬刚到底。不过呢，我们的比赛现在苗立涛还有优势，对，在中立角现在持续的做头部的击打，刚才还有箍紧的膝撞，是，还在做一些击打的尝试，同时的话，他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做下潜抱摔。我们知道苗立涛是一位不错的摔跤好手，加上他有一定的拳击的功底，所以说刚刚站立拼打方面完全没有劣势。好的，刚才还有开肘的动作，是，德加丹恩，漂亮，这位曾经的泰拳手。这段时间的进攻呢，明显节奏速度有所放缓。是，看看苗立涛能不能够找机会打赢场。漂亮，前手拳，2下前手拳，前手拳的速率好快，对方的拳明显没有他重，又来了。苗立涛的这个体型练好棒，是，这也让我想到了南部雄鹰马豪斌啊，是，也期待他能够继续回到万冠军赛的比赛中来。同时的话，李凯文、马嘉文，这都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中国力量。好久没看到了，该上班了啊！梁立涛对上德加丹恩，这段时间凶恶之眼感觉他的移动速度越来越。就在观众们都为苗立涛捏一把汗的时候，他突然打出一套组合拳，左手摆拳，嗖的一下，精准的命中了德加丹恩的耳根，直接把这位前世界冠军给送去梦乡了。苗立涛这位来自少林的武僧，用一记左摆拳不仅 KO 了泰拳王，更打出了中国综合格斗的新篇章。苗立涛的胜利证明了中国综合格斗的崛起。大家觉得苗立涛打得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喜欢格斗的朋友别忘了给个3连再走哦。眼前这位甜度爆表的萌妹子，人家可是格斗圈里独一份的少林女武僧呢，千万被她那呆萌小脸蛋给骗了哦。要知道少林寺那可是和尚俱乐部，女弟子根本不存在的，但关阿翠愣是凭着惊人的天赋，让少林方丈都破例将其收为关门女弟子。这姑娘从小就在塔沟武校摸爬滚打，随后进军自由搏击擂台后，开始在职业拳坛上大杀四方，7战7胜，堪称不败的神话。就连格斗界的女王大人张伟丽都曾是她的手下败将呢。不过嘛，总有人不服气，比如这位来自巴西的战斗女神伊莲洛佩斯，16战16胜，巴西无敌手，那可真是走路都带风。这次来中国，摆明了要跟关阿翠一决高下，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格斗女王。就让我们查按点赞3秒，一起为关阿翠加油助威吧。第二队的木兰出场，第2场1/4的比赛哨声一响，关阿翠标志性侧踹腿如闪电般劈出，直接把伊莲踹得一脸懵，这小身板哪来这么大劲儿？难道他偷偷吃了大力丸？台下观众都被震撼到了但是这个节奏啊，肯定会让要注意体能分配啊。对，哎，你看这侧踹，哎，以直破横啊，对但是小心，对手啊可能这个扫踢或者拳的发力会更好一些。对，因为我们的昆仑决规则啊，跟3大锦标赛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它是3分钟1局打3局，所以你体能的分配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学问。是，这战架，这气势，李小龙附体啊！每次进攻前那独特的吼叫声，吓得伊莲心里直打鼓。这哪是打架，这是狮吼功现场教学吧？比赛是3局，还是很稳，还是很稳。关阿翠这个我们的中国散打这种技术风格非常的浓厚。对，我们看他这个前手放这个位置啊，对。要注意体能分配啊！刚刚这一瞬间啊，这个关阿翠的手掉的特别低啊，很危险啊，很危险。我们看2个人的战绩啊，这伊莲面对人高马大的伊莲，关阿翠开启了放风筝模式，灵活的正蹬侧踹就像2道隐形墙，把对手死死挡在安全距离外。只要伊莲敢往前凑，立马就是一套组合拳大餐伺候，打得对方直咧嘴。很多的这种外方选手啊，第一次跟散打选手碰的时候，节奏上都会有些不太适应。是。
但是之后呢，如果就是搏击智商相对足够的话，通过一局的时间，如果他能摸到这个整体的节奏的话，包括在体能上的优势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对，关阿翠的打法灵活的像装了弹簧，快进快出，把对手晃得晕头转向，活像被蜜蜂追着折的大笨熊。比赛后半段，关阿翠完全掌控了局势，一连多次反攻都被他轻松化解，心里那个憋屈啊！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沙包，只能挨揍，没法反击。这哪是打架，这是挨打训练吧？节奏对，这种散打硬蹬的前腿直线腿法，确实是让世界很多名将不好找，很难打进去。对啊，我们看现在这个一连做了一些节奏上的变化，步伐上节奏的变化。第一局快打完了，我们看啊，一连洛佩斯现在步伐上开始活动起来了。两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打法。对。好，两人第二局开打。看看伊莲洛佩斯能不能找到破坏关阿翠节奏的这种战术。我觉得不好说，因为伊莲洛佩斯脚下的这种活动的方式啊，不见得他就能自己适应自己的节奏。对，他虽然把脚底加快了，但是关阿翠这个侧踹的这种堵截还是有一定效果。对，要比快。比赛来到第二回合，伊莲洛佩斯加快了脚步，想以快打快克制关阿翠。他快速突进内围，用拳法压制关阿翠，拉开距离后又用腿法牵制。别说这招还真有点用。关阿翠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让伊莲洛佩斯追上了节奏。完了之后，上半身呢就是撤出来会很快。对，所以你想用重拳去在这个时候打反击，很难啊。而且相对来说，这个关阿翠的比赛经验非常多。我们看他拿到无数次的锦标赛的成绩。从青少年就开始了。对，这就意味着一年要打好多场比赛。对，我们不用管是这个锦标体制还是职业体制，他的场上经验非常的丰富。对，而且他这个侧踹体啊，是可长可短，可近可远。顶尖级的散打运动员的侧踹。随着比赛深入，伊莲洛佩斯的弱点就暴露了，腿法不如关阿翠，移动速度也下降了。关阿翠开始发挥腿法优势，下劈腿、侧踹腿，那叫一个霸气。比赛主动权又回到了关阿翠手里。只要用好了，顶尖形式用好了是非常的有效果。对，这个确实是呢，这个关阿翠的这个站架，上手比较散，但是脚下，你看这个散也会吃到颚骨，对方的拳啊很容易轻易进来。就是还是要注意对手的这个重击啊。而且关阿翠这个前手，他这个不能叫平勾了啊，对他这个大轮摆这个技术啊，也是对对方有一定威胁啊。对。关阿翠要注意体能分配。后半段，伊莲洛佩斯急了，不管不顾的朝着关阿翠逼近，完全没了章法。关阿翠瞅准机会一顿输出，打得伊莲洛佩斯东倒西歪，最后还想垂死挣扎，反被关阿翠一脚踹开，看得人直呼过瘾。不愧是少林寺的女弟子，很麻烦。对，自己是想攻打不进去，想防守呢，对方的节奏还找不着。对，张成一连一个高扫腿，对关阿翠稍微有点威胁啊，手还是要拿高一点后手。要做一个摔法。最后一局了。对。我们一直在夸关阿翠这个整个散打技能的运用啊，但是还是有短板，就是重击能力还是不太够。比赛来到第3回合，伊莲像被激怒的公牛，疯狂模仿关阿翠的出腿方式，可惜只学了个皮毛，活像东施效颦。如果这是男子比赛的话，一个男子散打运动员对自己的这个头部做成是这样一种防护状态，自己就更危险。对。
也是就是女子选手的比赛很少会出现这种特别重的。关阿翠则一边灵活闪避，一边发出啊的笑吼，这可不是普通叫声，而是传承自南拳少林的声波攻击，吓得伊莲一哆嗦，这哪是打架，这是超声波驱蚊器吧？顶膝，走，这关阿翠这个这套小组合，还挺快啊。对，你这几下啊，一个左的高鞭腿出去，然后再接2拳，这一落地的一瞬间就补上，还很快。这个节奏确实是很难找。对，你看，往后退的时候出一个后高扫，这个你不管说这个腿重不，几次交手下来，伊莲完全落了下风。关阿翠依旧凭借着灵敏的走位，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的技术，让伊莲洛佩斯有种有劲没处使的感觉。他全场比赛基本都压制着伊莲洛佩斯，将比赛的节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时间1分1秒过去，你看又是侧踹堵截。对，其实像这样的侧踹腿，其实发力并不是说特别大啊，借助整个身体的分量在那儿一做堵截。对，伊莲是打不进去，拳也进不去，膝也进不去，腿也进不去。伊莲越打越着急，可越急越打不出像样的进攻。反观关阿翠，侧踹腿像装了瞄准镜，每次都能精准击中伊莲，拳头也像出鞘的利刃，狠狠砸在伊莲脸上，这场面简直一面倒。几回合下来，伊莲彻底落入下风，被关阿翠的侧踹腿和快拳打得找不着北。相对来说，这个关阿翠这个对散打技术掌握确实非常的熟。对，有拳有腿有距离控制，在合适的时间还有推。这个确实很聪明。几次啊，这个伊莲刚刚压进来，关阿翠用前手一支撑，身体一转就出去了。对，最后就10秒钟。不要做摔法了。3局战罢，5位裁判一致判定关阿翠以大比分优势获胜。这场比赛，关阿翠将散打、快、准、狠、变、活5大要诀发挥到极致。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强者不仅要有摧毁对手的力量，更要有掌控节奏的智慧。大家觉得关阿翠打得怎么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格斗的朋友，别忘了给个3连再走哦。